伙伴们差不多有一段时间没打游戏啊，上线一看啊，好家伙，版本更新了，这个菠萝枪倒是也上场了。我对 EM2其实不感兴趣的，主要是这个菠萝勾起了我的回忆。前一段时间在云南旅拍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菠萝有这么甜，真的就超爱云南的小菠萝，又甜又好吃。大家要是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尝尝云南的菠萝，真的超级棒的。这第4发直接就出人物了，我就有点纠结抽不抽下去，因为我要的是枪，我要人物没用啊。毕竟这抽下去绝对是要保底的，那抽呗。之前抽的那个小鲨鱼出场不到3次，现在又要搁仓库落灰了。主要是啊，你们懂的，忙没时间玩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当收藏也可以。还是老样子，这把枪抽出来了之后呢，肯定是要打一把排位的。有几天不打游戏的防伪日阵那是妥妥是有的。那么视频是主要是规避一些问题啊，少犯点失误也能提高自己的存活率嘛，是吧？那么这一场正好也是随到这个滨海九镇啊，更新预告里面滨海九镇已经改版了哈，大家要调整一下思路了。我们来一起看吧，还是一样，新枪从头打到尾，然后不换，撞到蓝墙也不回头。这只是为了给大家演示，所以说这么头铁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这样头铁，这样头铁死的会很惨的。像闪光弹啊或者震撼弹啊，都是属于进攻型道具。既然装了这个背包，我肯定就打得比较激进一点。震撼弹丢小道直接陪队友一起下压，到这个位置时候是可以听到 A 拐角的声音的。A 拐角人有点多，立刻回防，防止 A 大顶不住。这个位置卡 A 大和卡我们家都是非常好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小道的人掉了。那么小道掉的话，小道上人我是必死的，所以说我必须先清小道。这个人把人打掉了之后，就直接就顺着路就过来了嘛，是正常的。第一把不出意外，记了。那么 A 点人冲的多的话，我手上正好有手雷，那么就可以丢一个 A 大的定点雷。我们还是一样嘛，去小道那个位置卡着就好了。小道下压是可以抓到很多信息的，炸掉一个贴边下去，震到了，在右边，但是先打活的，优先打对你有威胁的人，不然要是探热的话，最好的结果就是1换1，最差的结果就是一个都没换掉。位置漏了就在这个位置收集信息，等着别人过来找你。这个时候我听到 A 大那边是有一个人的。B 包的队友从餐车这边过来 ，B 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中路也冲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配合一起去包饺子了。人应该在车旁边，想捏个车炸车的，结果 B 通竟然还有人，幸亏我看了一眼，不然死的下一个就是我了。这波是我的失误，我知道他家是有一个人的，但是我的注意力居然是全在那一个人身上，长时间不打没办法人枪合一了，所以说枪法这个东西还得多打多练。这边给大家讲一下啊，这个白车默认他炸不了就完了。这边他其实丢震撼弹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是他选择丢这个摔炮。不过我觉得能够灵活的运用道具也是一个很棒的优点，而且大家也不要太在意队友的枪法啊，分段本来就不高，咱们看应对的方法就行了。对面狙少，我就想去中路探一波信息。我看预告知道中间收窄了，但是没想到收的这么窄，道具被拦住了，高炮一个手雷把那个狙给逼走，好吧，又被拦住了。看一眼小道上了多少人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随时支援小道了。我们中间要是有狙，他敢这样站吗？我天哪，被人打了，赶快往后撤。躲到吧台，血量不太健康，直接趴下。反正中间还有一个队友嘛，他跟别人硬刚就好了，我们血量回起来了再帮忙嘛。发现炸弹，注意到 B 点的也冲出去了，直接到他家去了，那么我们中间就可以直接上去了。那么 B 点这一趟是空的，那么 A 点应该就是炸了。有可能是 A 小上的，也有可能是 A 大上的，但是 A 大那边有可能从下面那个洞钻过来，所以我要拍1层的。这波出来很及时，我在看队友的位置，这应该就是从 A 大斜坡过来的，比分直接来到0比3。这么多局我算是看出来了 ，A 点是不能放的，放了就炸了。还是一样，拱门丢个定点雷，然后去看 A 小的。对面也很机智啊，被炸了之后直接就补防爆了，这个是值得学习的哟。这就是长记性嘛，避免相同的死法嘛。这个位置最好进波，因为你能听到拐角的，他拐角也能听到你的。B 包又冲出来了，照应一下。记住，小道下压第一时间就会排那个位置，所以说那个位置不能常驻。本来以为 A 大守不住，没想到 A 大居然双杀守住了。A 大还有最后一个动静，配合队友一起过去。不过我们别着急，身边有队友，让队友先上。看他这样子要架着，那么我们就上呗。怎么就按到切枪键了嘛？他跑了，那就吃防爆，再不吃就没机会吃了。这种包饺子的情况下，该吃赶快吃，不吃真的就没得吃了。换边之后，我们中路前顶优先丢雷炸车，再震撼弹补。没有防爆的情况下，两个最起码中一个，而且中间地形收窄了嘛，我们就可以中间试试能不能顶过去。那个道具已经把人赶走了，所以说我们中间过来是安全的，我们就先在这个位置架着。我旁边是有队友的，要死就是他先死嘛。小刀下压第二时间就排的就是他嘛，
这个时候我们再接替他的位置，对吧？相同位置，他杀了一个之后就不会往那边看了，我们抓屁股是正好的。杀完立刻跑路往自己家跑，因为人家那边车已经被攻破了，所以说不要被包饺子。在被包围之前，一定要打开突破口冲出去。一旦别人的网收住了，你是很难受的，各个方面都有枪线。这些冲到我们家的人，但是我没有看到，那么就可以慢慢往前推。中路看到这个人，他居然不走餐车，他直接从中间过去了，那应该是冲 B 点去了。我们赶快过去帮忙。像这种距离，我没有把握杀死，我肯定不开枪的。我本来想去 A 点绕一圈的，但是想想他们的主力目前应该在 B 包点附近 ，B 点这边已经交火了，肯定是他们要去抓队友的，我们就趁机去偷屁股就好了。队友交火了，赶快过去。队友打掉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突然看到最后一个，趴下。可以，这个人反应速度很快。像这种距离的确是刀是更好操作一点的，因为我阵亡的时候时间就差不多了嘛。他在这边拿包到下包，简单来说就已经没有机会转移到 A 点去了，所以说那个人一定在 B 点蹲着。他这个烟雾和下完包不动是非常正确的选择，但是可惜还是反应慢了，裂了1-4了。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动摇了，要不要换枪吧？再不换枪可是要输得很惨了。但是想一想，奇迹吗？不可能吧？那步枪都瞄不准，那狙那不是更拉胯了？还是头铁到底吧。手雷，像这种既然漏了位置啊，那防爆该吃就吃。我这边视角都没看到他人，在他的视角里面我就站着不动，是我卡了吗？不至于吧。然后我的死亡微光一看完，就剩一个人了。A 点2个人打通了 ，B 点扫到最后一个人，这还不赶快带包来 A 点？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推断最后一个人位置的，以至于还有粉丝说我是电竞杜美莎，看谁谁死。其实这都是有迹可循的啊。首先你看 B 包点过去的那个人被 Manwar 打掉了，对吧？然后有个队友忍不住跑他家去了，也被打掉了。那么可以猜一下他的位置在哪？是 B 点那个门口，或者说中路。因为这个地图改版了，所以说它会有3个地方可以出来。他趴这个位置很危险，左侧来人他必死，队友躲起来了，所以说他第一时间交火概率不大。我们只需要看他这边的人就可以了。这个阵亡就在意料之中了，幸亏打过了，不然这一局就结束了。所以大家需要挑安全的地方站的。上一回合被208给崩了，我觉得应该是卡了。然后这把再刚一波，队员没有往这边丢道具的习惯嘛，我们就直接过就好了。听到没有？小道2个人下来了，回头该处理后面了，不要在这个位置僵持着，不然就有人偷你屁股了。2枪我是优势，拉出来，还有一个。打完瞬间拉到掩体后面，调整状态。一看队友绕家了，那么 A 大就可以直接顶了。他都偷了2个人了，你岂能不配合他？哪怕说前面有危险，后面不是跟着有队友吗？虽然说他有可能靠不住啊，提防一下小道，然后来了包点，他清了里面，我们就不用管里面了嘛，然后开始下包就好了。5打1，把包守住就可以了。哦 ，B 点又被杀了。那么再回到推理时刻，他的位置目前锁定在 B 包点。快捷 A 有2种路径，第一个在我面前过来，第2种就是从他家过来。不过他家那边是有我们队友的，这个时候就注意谁死了嘛。他家死了，在他家；我死了就上小道了嘛。不愧是年轻人呐，这碾压老年人了，这反应速度太快了。在我的视角，其实他已经往中路往他们家走了。这个时候第一个会死的就是这个斜坡的，因为从他家过来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他。好，他死了。这个时候就看两边的交叉象限了，应该是时间不够了，不然他不会从这条斜坡上来的。来到4比4了，然后我就犯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错误，因为对面狙少，所以我就直接跳上去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开局直接就翻上去了，很危险的。然后不出意外的就击了。虽然说防伪回来了，不过意识分析还是没落下。那么这把枪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可以评论区一起聊聊哦，溜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